为什么有些女人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，总能逢凶化吉，好像冥冥之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她，而有些人却总是处处碰壁，诸事不顺。我们到了这把岁数，经常去庙里安太岁，点光明灯，祈求菩萨保佑全家平安，这份祈愿的心很美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走出庙门后的那些日常小事，比如你在饭桌上夹菜的动作，对待晚辈与邻里的态度，正在悄悄决定你后半生的命运走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个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天机。女人真正的贵气，其实全藏在吃饭的细节里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将学会如何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守住自己的清净心，修出这份谁也拿不走的高级贵气，甚至召唤出属于你的护法神。我们有一句充满佛理的老话，叫做相由心生。这里的相不仅仅是指你的五官长相，更是指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一个人在饭桌上的样子，往往最能暴露出他灵魂深处到底装着什么。与他吃一顿饭，便能一清二楚。在饭桌上，有些行为我们一定要留心。当你碰到有这些习惯的人，不管是深交还是合作，都要慎重，免得把自己的真心给错了人。第一种情况，把筷子当探照灯。你或许遇过这样的人，一盘热腾腾的菜刚端上桌，大家还没动筷子，他就把筷子当成了探照灯，在盘子里翻来找去，非要把里头最好的肉、最精华的部分挑到自己碗里，把一盘好好的菜翻得乱七八糟，最后自己吃得满嘴是油，别人碗里却空空如也。这样的人骨子里往往是非常自私的，他的心里只装着自己的需求，从未考虑过他人的感受。佛家常说，布施与分享是积累福德的起点，但对他而言，分享二字并不存在。只要一碰到利益，他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自己。与这样的人同行，很难求得共赢，到最后吃亏的往往是身边的人。第二种情况，嘴里满是怨气的付出。很多过了中年的女性，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付出，逢年过节总是在厨房里忙得大汗淋漓，张罗出一整桌好菜，但上了桌，嘴里却忍不住开始抱怨。一会儿说这鱼是起大早去传统市场抢的，一会儿说为了煮这顿饭腰都快断了。结果原本开开心心的一顿饭，全家人吃得倍感沉重，大家草草扒了几口，就各自回房滑手机了。你看，这位母亲不伟大吗？她很伟大，但她有贵气吗？很可惜，她的贵气被她自己嘴里的怨气给消耗殆尽了。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懂得施恩不忘报。她为家人做一顿饭，是出于爱，做完了，心就放下了。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前，品尝饭菜的滋味，不把付出当作情绪勒索的筹码。这种静默的力量，反而会让儿女打从心底生出敬重。第三种情况，自我中心的霸道与轻慢。大家一起聚餐时，去哪家餐厅永远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不管别人喜欢吃什么，他一概不管，只顺着自己的口味。你若好心提醒一句，这家菜大家可能吃不习惯，他可能理都不理，轻飘飘地回一句，就这样吧，别挑了。这种看似微小的霸道，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匮乏与自我中心。尊重别人不仅是一种教养，更是维持一段关系最基本的慈悲。如果连吃饭这件小事都无法体谅他人，在人生的其他事情上，他又怎么懂得退让与包容？此外，我们也常看见有些人吃饭时总是低着头滑手机，或是发出很大的咀嚼声，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懒得给予同桌的人。
这种没有分寸感的行为，不仅是失礼，更是对当下这份缘分的轻慢。佛法教导我们要活在当下，专注于眼前的人事物，而他却任由自己的心念四处流浪，对身边的人毫不在意。第四种情况，毫无顾忌的利己主义。一桌子菜吃到最后，盘子里只剩下一块肉。一个有修养、有贵气的人，心里会起一个善念，想着别人是否还没吃饱，是不是该把这份美好让给他人。大家心里都会有这么一份牵挂，但你总会碰到那种人，眼睛一亮，完全不顾及别人，筷子嗖的一声就伸过去夹走，甚至连问一声都没有，仿佛那美好的事物天生就该属于他。这绝对不仅是一块肉的问题，这行为背后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。他今天能抢走这最后一口食物，明天在人生的利益关头，他照样会不顾你的死活。跟这样的人相处，你会感到无比疲累，因为他永远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曾打开过心门去体会他人的冷暖。当你碰到这种让人心寒的人，就要明白，他的那份福报与贵气早就被他自己这一口一口的贪念给吃掉了。真正的贵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修养与体谅。女人有没有贵气，看她吃饭就知道。贵气的女人有护法神守护，而这护法神不是别人，正是她日积月累、不念人非、不争威力的善良与慈悲。当你的心变得柔软且包容，你的相貌与气场自然会变得高贵无比。这份贵气是谁也拿不走，谁也模仿不来的。我们在前面提到，女人有没有贵气，看她吃就知道。贵气的女人有护法神守护。很多人一听到护法神这三个字，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庙里威风凛凛的神明，觉得那是一种玄之又玄的迷信。我们到了这个岁数，经常会去庙里拜拜，点个光明灯，安个太岁，求菩萨保佑全家平安顺遂。这份祈愿的心是很美的，但很多人拜完佛，走出庙门，到了传统市场，为了一两把葱，跟卖菜的小贩吵得面红耳赤，或者在路上遇到发传单的年轻人，对人家冷眼相待，甚至恶言相向。这就是没有把佛法落实在生活里。只要你静下心来观察生活，一定会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特别幸运的人，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危急关头逢凶化吉，哪怕遇到天灾人祸，也能奇迹般的安然度过，就好像有股无形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推了他一把，让他避开了灾祸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，所有的化险为夷背后都有着因果的精密计算。那些能够平平安安的人，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护法神的庇佑，而这护法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全是他们自己一点一滴修来的。在佛教经典中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，叫做小沙弥救以延寿。过去有一位得了宿命通的老和尚，他在定中观察到自己身边的一位小沙弥，寿命只剩下短短的7天。老和尚心生不忍，便把小沙弥叫到跟前，温和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很久没回家看望父母了，今天就下山回去聚一聚，第8天再回寺庙吧。”老和尚的心意是想让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能与家人团聚。小沙弥开心地拜别了师父，踏上了归途。然而到了第8天的清晨，小沙弥竟然迈着轻快的步伐，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寺庙。老和尚大吃一惊，连忙再次入定观察，这才发现小沙弥原本短命的业相已经完全改变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厚的福报与长寿。老和尚惊讶地问：“孩子，你下山这几天究竟做了什么事？”小沙弥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：“
也没做什么呀，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场大雨，把一个蚂蚁窝给淹了，成千上万的蚂蚁在泥水里痛苦地挣扎，我心里觉得实在可怜，就脱下袈裟去装土挡水，又找了几根树枝搭成桥，把它们全都救上了岸。你看，这就是护法神的真相。小沙弥的一念慈悲，让他救下千万条生命，而这些生命所散发出的感恩之情，便化作了最强大的护身符，硬生生地扭转了他短命的果报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些护法神在哪里？就在你每天接触的那些市井小民之中。当你去传统市场，看到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家，辛苦地守着一摊自己种的青菜，你没有去杀价，反而多买了几把，还笑着对他说句辛苦了。老人家心里升起的那一丝温暖与感激，就是为你种下了一朵福报的莲花。人到了中年，最大的护身符不是存折里的数字，而是你走在街头巷尾，大家看到你都觉得欢喜，觉得如沐春风。你身边也有这样自带福报的人吗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。你处处给人方便，老天爷自然就会在你遇到难关时给你方便。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她的身上一定带着这种悲悯与善良。她宅心仁厚，总是愿意在别人困难时伸出援手。她不占人便宜，也不会在背后算计。她的一生都在乐善好施，所以你会发现她身边的小人特别少，贵人特别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过去结下的善缘，早已在无形中为她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墙。有些护法神是她生生世世积累的大功德所感召而来的善神，而有些护法神则是她曾经帮助过救济过的人事物，为了报恩而化作的无形力量。当他遇到危机时，这些力量就会化作直觉，化作巧合，拉他一把。反观那些在饭桌上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痛快的人，他们的心量极其狭小，他们总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却不知道每一次的算计都在无名中削弱了自己的福报。他们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，甚至落井下石。这样的人不但无法感召善神护佑，反而会吸引来许多抱怨的冤亲债主。当福报被消耗殆尽，灾祸自然就会接踵而至。所以，当我们想通了这个道理，就会明白一个女人最大的贵气，绝不是来自于她户头里有多少存款，或是穿着多么名贵的衣裳。她最顶级的贵气是她那颗柔软而善良的心，因为这份善良才是她此生最灵验、最可靠的护身符。女人有没有贵气，看她吃就知道。贵气的女人有护法神守护，而这份守护永远只降临在懂得慈悲待人的灵魂之上。其实不仅仅是在饭桌上这方寸之间，当我们走出餐厅，回到家庭与社会中，一个女人的贵气还体现在她如何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。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除了懂得在微小事物上体谅他人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，她们似乎只爱自己，不管别人。很多人一听，可能立刻就要反驳，这话就不对了，只爱自己，那不是自私吗？怎么会是贵气呢？其实恰恰相反，这里的不管别人绝非冷漠无情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与慈悲。因为他们拥有洞察天道的能力，懂得不轻易去干预别人的命运。一个有贵气的女人，从来不会随便评判他人，也不会轻易伸出手去拯救别人。这不是因为她心肠硬，而是她心里清楚，每个人这辈子要碰到的难关，背后都有很深的因果业力。我们身边有很多当了婆婆、岳母的女人，或者孩子刚出社会的母亲，整天眉头深锁，看到儿子娶了媳妇，总觉得媳妇家事做不好，
饭煮得不够营养，看到女儿嫁人，又担心亲家对她不够体贴，他们把儿女的人生紧紧地背在自己身上，哪怕自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，也舍不得放下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执念。佛教中有一则非常著名的公案，坦山和尚与师弟一起在泥泞的路上行脚，遇到一位穿着丝绸衣裳的年轻女子，因为大水挡道而无法过河。坦山和尚二话不说，上前便将女子背过了河。师弟看在眼里，心里极度不满，碍于出家人不近女色的戒律，一路上闷声不响。到了晚上投宿时，师弟终于忍不住责问：师兄，你怎么可以背那名女子？坦山和尚听了，淡淡一笑说：我早就在河岸边把那位女子放下了，怎么你到现在还把她背在心里呢？这则故事点出了一个很深的道理，真正的慈悲是懂得放下，是明白界限在哪里。坦山和尚的话对于我们中年女性来说，简直就是一记当头棒喝。孩子成年了，成家了，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因果要去了结，有自己的业力要去承担。你以为你成天干涉他们的婚姻，指导他们育儿，是在帮他们吗？其实你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，也是在无谓地消耗你自己的能量。佛家讲得好，众生皆有因果，该来的苦躲不掉，该扛的业替不了。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懂得得体地退出儿女的生活，她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，去上几堂有兴趣的课，去跟老朋友喝下午茶。儿女回来了，她笑脸相迎，准备一桌好菜。儿女离开了，她安然自在，把日子过得像一首诗。这份不干预的慈悲，不仅放过了孩子，更是放过了自己。有贵气的女人懂得顺应天道，她看见一个人在低谷里痛苦挣扎，不会急着去把他拉上来，她会安安静静地看着，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一句提醒，但绝对不会越界去插手，因为她明白，有些苦难是老天爷为了唤醒一个人的灵魂而专门设下的阵痛，有些挫折是必须亲自走过的一段路。你看杨绛先生就是这种女人的典范。她的先生钱钟书在世的时候，她始终是他背后那盏安安静静的灯，不吵不闹不干预。他曾说，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你以为这是清高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一种看透因果之后的慈悲。我心里有爱，但我知道分寸在哪里，我不会去过度干涉你人生的课题。放下了对儿女的执念，接下来我们要学着放下外在环境的干扰。这份贵气更来自于他们内在的极度稳定，他们不会轻易被别人的情绪操控，哪怕外面刮再大的风，下再大的雨，他们也能老神在在地守住自己的中心点，有如佛家所说的八风吹不动。这种稳定不是天生的，是他们经历过无数次内心的崩塌之后，自己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安全感。就像作家三毛曾说，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在流浪。有贵气的女人早就把情绪变成了自己的力量，把内在打磨得像磐石一样坚实。别人可以误解她，挑战她，但她始终能收回自己的力量，优雅地离场。这就叫做只爱自己，不管别人。当她把自己修好了，心有了安放之处，自然就生出了那份谁也夺不走的贵气。这份贵气同时也体现在她身上的磁场，不是说你穿金戴银，浓妆艳抹，而是当别人靠近你时，会感觉到你身上有一种很干净、很清爽、如沐春风的气场。那这种舒服的气场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
他都深深懂得一个重要的道理：绝不与负能量纠缠。在你的生活圈里，一定遇过这样的人，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，只要你与他待在一起，就会觉得莫名疲惫，浑身不对劲。他一开口就是抱怨，总是把源源不绝的负面情绪倒在你身上。人到了中年以后，交友圈其实是在慢慢缩小的，但你会发现，手机里的各种家族群组、老同学群组每天响个不停，点开一看，不是在抱怨社会不公，就是在八卦哪家亲戚的长短，或者转发一些让人看了心惊胆跳的负面新闻。有时候，几位街坊邻居聚在巷口，聊着聊着就开始攀比，谁家的儿子赚得多，谁家的媳妇不孝顺。你若是在这堆人里头跟着附和，甚至跟着生气，你的心就已经被这些负能量给污染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千万不要想着去说服他，去感化他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选择筛选。我以前也是个对别人有求必应的人，总觉得多帮一点是一点。但后来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象，有些人你帮他越多，时间长了，他不但不感激，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甚至当你稍微有一点做不到位，他就会在背后非议你，诋毁你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受助者得益，但在佛法来看，这就是深重的无明。你对他好，反而助长了他的贪念，让他心里失去了平衡。当我学会了在人际关系中进行断舍离之后，我发现我整个人都轻松了。你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物理法则：一个装满了脏水的杯子是绝对装不进干净的新水的。唯有斩断并清空那些不断消耗你的负面的人事物，你才会发现身边慢慢聚集的皆是善意，是与你同频率的正能量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这所谓的能量到底是一件多么玄妙的事？我们要如何才能从外界吸取到好的能量呢？让我们先来看两个科学上的现象，你听完就会豁然开朗。300多年前，荷兰有一位科学家叫惠根斯，他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。他在房间的墙上并排挂了好几个老爷钟，这些钟的构造一样，但摆动的速度和节奏全都不一样。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，第二天他再回来一看，你猜怎么着？所有的钟摆竟然都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和频率在整齐地摆动。这个现象在物理学里叫做共振，就是说，一个振动强大的物体会在无形中带着旁边振动较弱的物体，跟着它一起同频振动，就像女高音唱歌能把玻璃杯震碎一样，因为那高频率的声音带动了玻璃杯的共振，当振动达到极限，杯子就碎了。还有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词叫量子纠缠，说的是两个离得很远的量子，即便中间没有任何实体联系，但只要其中一个发生了变化，另一个也会在瞬间做出相同的反应。你把这些科学道理放在心里想一想，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。当你心里头被某个人、某件事深深吸引时，你们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，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共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灵感应。佛教里常说同业相引，你的心念在哪个层次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你身边。我们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在佛教里叫做共业。你经常与那些爱抱怨、爱嫉妒的人混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你的眉眼之间也会染上一股戾气，原本的福相都被消磨光了。有贵气的女人懂得在这喧嚣的红尘中为自己留一片清净的道场，她听到八卦只是微微一笑，不随波逐流。她看到群组里的负面言论，
选择安静地划过，不参与争辩。当你的内在能量足够稳定，那些低频率的负能量自然就无法靠近你。你会发现，能够留在你身边的人，都是那些心地善良、语气温和的善缘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好风水。好风水不是算命老师看出来的，是你自己修那颗清净心修出来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接收到宇宙中外界里好的能量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你自己的状态，把你自己的频率调校到能与那些美好事物对接的频道上。那具体该怎么调整呢？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静下来。一静下来，就意味着你开始停止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了。道家讲虚极静笃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境变得空荡、宁静，就像一个倒空的杯子，你才能开始从宇宙中吸收更高维度的智慧与能量。佛教讲清净心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一个有贵气的女人，之所以看起来总是那么从容淡定，就是因为她懂得不把自己的能量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人事纠纷上。她像守护眼睛一样，守护着自己的清净心。当你守住了这份清净，你的气场自然会变得强大而温暖。那些真正对你有益的人事物、好运与好风水，自然就会被你吸引而来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容易产生误会，以为所谓的贵气就是清高，就是视金钱如粪土，绝口不提钱。到了50、60岁这个年纪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，3句离不开退休金、医疗险，或者想着怎么把名下的财产留给孩子。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晚年有保障，也希望下一代能过得轻松一点。但我告诉你，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她一定深刻懂得金钱的重要性，却不被金钱所困。甚至我们可以坦白地说，真正有贵气的女人通常都是有财富的。当然，这个富有指的不仅仅是她银行账户里有多少数字，更是指她拥有一种驾驭财富的顶级智慧。这在佛法里我们称之为福慧双修。金钱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？它能给你2样极为珍贵的东西，一个叫独立的人格，一个叫自由的选择权。这就是财富智慧的第一层境界。你手里头真正握着的资产，决定了当生活百般为难你时，你究竟是只能忍气吞声，还是有底气拍桌子转身就走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小雅，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公司，身边的女同事大多是月光族，今天追最新款的手机，明天买名牌包包。但小雅不同，她很懂得克制欲望，把大部分的薪水都默默存进了一个独立户头。她管这笔钱叫自由基金。几年后，公司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职场霸凌，许多同事为了保住饭碗，敢怒不敢言。只有小雅冷静地整理好交接资料，干脆利落地递上了辞呈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在转身离开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她心里想的是，那笔存款给她的不是奢华，而是尊严。这就是钱的好处，它在你受委屈时给你撑腰，在你想要重新开始时，给你一张不需要看人脸色的入场券。这让你无比清晰地明白，老祖宗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绝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极为残酷的现实。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对另一半说，我需要的不是你的钱，而是你那份纯粹的爱。你看，这份底气是不是很贵？当你不再为生存发愁时，金钱会教给你一个更高明的道理，那就是信用与福报的价值。这就是财富智慧的第2层境界。最高级的财富不是看你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，而是看你凭借着信誉与德行能够调动多少无形的资源。很多人把钱看得太重，
重到了甚至不惜为了遗产，亲手足之间反目成仇，这就完全本末倒置了。佛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，叫做给孤独长者布施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位富商名叫须达多，因为他生性慈悲，经常救济孤苦伶仃的人，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给孤独长者。有一次，为了请佛陀讲经说法，他看中了一座极为清幽的园林。园主散陀太子故意刁难他，说只要你能用黄金把这座园子的地全铺满，我就卖给你。没想到长者二话不说，真的打开库房，用尽一生的财富，将黄金一块一块地铺满了整座园林。太子被他这份为了信仰、为了大众的至诚之心深深震撼，最终主动捐出园中的树木，成就了佛教史上著名的观树给孤独园。你看，给孤独长者难道不知道黄金珍贵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更需要为子孙留点财产，但他更有大智慧。他知道留给子孙万贯家财，不如留给子孙深厚的福德。古人说，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，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与其整天焦虑地盘算着存折里的数字，我们不如多用这笔财富去做一点布施，去护持正信的道场，或者只是在朋友遇到急难时，慷慨地伸出援手。看得见的钱财终究会散去，但那份利益众生的愿力，那份无私的信用与福德，才是生生世世跟着他走的无形资产。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的，你做人诚实守信，做事光明磊落，这就是你永远不会倒的金字招牌。你把这份金钱转化成了无形的信用与福报，这份福报不仅能庇荫你的晚年，更会化作无形的力量去护佑你的子孙，这才是最高境界的驾驭财富。一个有贵气的女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，她绝对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去透支自己的信用，她更懂得用财富去行善，去结缘，因为她知道这份看不见的福德与信任，才是真正能让她屹立不摇的根本。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个女人的贵气永远是和她驾驭金钱的智慧、布施的慈悲紧密相连的。这份贵气究竟从何而来的最深层次原因，我来告诉你一个极深的道理。你若是听懂了，人生便会豁然开朗。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她往往能够心想事成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心想事成绝非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，而是我们先人早就参透的一条宇宙法则。在佛家看来，这就叫做万法唯心造。你心里头想什么，最终就会决定你走向什么样的命运。我们老话讲得好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你心底升起的那个念头，决定了你当下是处于天堂的喜悦，还是地狱的煎熬。你一生的福报与灾祸，全都在这起心动念之间。正所谓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你人生中遇到的好运与坏运，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全是你的意念召唤来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生活中的地狱，就是由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。比如说，回家看到另一半把脏袜子随手扔在沙发上，你心里的那把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，开始大声指责，甚至把过去几十年的旧账都翻出来吵。那一刻，家里原本温馨的气氛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互相伤害的言语，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地狱吗？日本有一位著名的白隐禅师，曾遇到一位名叫信众的武士来向他请教。武士气势汹汹地问：禅师，这世上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带我去看看。白隐禅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冷冷地说：
你算什么东西？看你这副粗野的模样，简直像个要饭的乞丐，有什么资格问我？”武士向来心高气傲，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？他觉得自己受了屈辱，一念嗔心起，拔出腰间的武士刀，就要向禅师砍去。白隐禅师面无惧色，微微一笑说：“你看，地狱之门就此打开了。”武士猛然一惊，瞬间明白了禅师是在用生命点化自己。他心中涌起深深的惭愧，立刻收起刀，恭恭敬敬地向禅师鞠躬道歉。白隐禅师看着他，温和地说：“你看，天堂之门也就此打开了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小看你那个念头的力量。你的意念就是一种能量波，一个负面、充满嗔恨的念头，一旦在心里扎了根，早晚有一天会化为现实的灾祸。而一个正面、充满慈悲的念头，则会引导你不断向上，结出善果。我们到了这个人生阶段，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难道还看不透吗？很多事情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面对家人的粗心，你可以选择幽默的化解；面对外人的无理，你可以选择宽容的体谅。你的一个善念，一个温和的笑容，就能把原本即将爆发的冲突化解于无形。很多人生活过得不如意，老是抱怨遇到小人陷害，觉得美好的事物总被破坏。这个时候，你不要总是向外指责坏人为什么老找上你，而是要静下来向内关照，是我自己的心里散发了什么样的频率，才把他们吸引过来。只要你改变了内心的磁场，一切就都改变了。古人说得好，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竭，心作良田，百事耕之有余。你行善，便是顺应天道。你的善念如播种，善行如开花，最终得到的善报便是结果。佛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原本是充满光明与智慧的，只是被尘世的妄念给遮蔽了。当你每天再忙，也愿意抽出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调整呼吸，把四散的精神收回来，你的身心就会与宇宙的高维度能量产生共振。这时候，你的认知与格局自然会打开，许多你以前觉得过不去的坎，在一个更高维度的意识里，自动就消融了。真正的修行是去伪存真，是佛家说的和光同尘，放下那个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、与众不同的分别心，修一颗平等心。这不仅仅是修养，这是真正的万法唯心造。你每天把自己的心安住在慈悲与平和之中，你眼前的世界就是人间净土。当你心怀慈悲，把周围的一切，你遇见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物，都看作是来成就你的因缘，并时时刻刻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与微笑，你就会发现你心里想的美好，慢慢地都变成了现实。一个有贵气的女人，之所以能心想事成，就是因为她懂得看好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做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。我们今天从各个层面聊了许多关于女人贵气的真相。很多人一想到贵气，脑海中浮现的总是穿名牌、住豪宅的珠光宝气，但我告诉你，那充其量只是物质层面的富，而非精神层面的贵。一个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她的那份高贵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是一种谁也拿不走、谁也模仿不来的气度。这份贵气来自于她的干净，不与负能量纠缠，守得住内心的清净，来自于她的独立，拥有驾驭财富的智慧与底气，来自于她的善良，懂得慈悲的界限，不轻易干预他人的因果，更来自于她的自爱，以及对天道规律的深深敬畏。她活得很明白，很通透，不向外盲目攀比，只向内精进修行。
他将自己活成了一棵安静而强大的树，将善根深深扎进泥土里，因此无惧人生的风风雨雨。既然我们知道了贵气是后天修炼出来的，那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一点一滴地积累这份福报呢？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，你立刻就能开始实践的微小行动。第一个行动叫做饭前1分感恩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看一个人吃饭就能看出他的修养。从今天起，当你坐在饭桌前，无论是一个人吃还是一家人聚餐，动筷子前，请在心里默念一句感谢，感谢天地赐予的粮食，感谢做饭人的辛劳，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去咀嚼，你吃下的就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天地间最纯粹的能量。第二个行动是开口前的3秒停顿。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或者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请强迫自己停顿3秒钟，在这3秒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要说出口的话，是为了宣泄情绪，还是真的对别人有帮助？管住自己的嘴，不造口业，就是在守住自己的福报与清净心。第3个行动是睡前3分钟的观心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前，闭上眼睛，像看电影一样回顾自己的一天。如果有遇到让你生气的人，请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句，原谅你，也放过我自己。如果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轻轻地忏悔，然后把心倒空，带着一颗清爽无挂碍的心入睡，你的灵魂就会在夜里得到最高维度的滋养。各位朋友，一个女人的贵气真的与她的出身、财富、容貌没有绝对的关系，它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德行。当你把这颗心修好了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处于什么样的境遇，你都能活得从容、淡定且充满尊严。这才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值得追求的顶级贵气。愿每一位看到这支影片的你，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修得一颗柔软而坚韧的心，成为自己命运真正的菩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邀请您在留言区写下愿结善缘、福慧双修，或是留下一句对家人朋友的祈福。让我们把这份温暖与慈悲的力量汇聚起来，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向磁场，照亮自己，也温暖他人。最后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希望能与我们一起在修心之路上并肩前行，恳请您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您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有缘的朋友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